哎呀妈呀！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彩铃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爸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特别爱写毛笔字。然后我爸现在要回铁岭了，说要练练书法，我就让他在回家的路上去买点毛笔字的东西。你自己让我看看你买的，你自己让我看看。笔，对的。墨，对了。纸，买的对的。你给大伙看看你最后买那个。哎呦我的妈！你买的这是啥玩意儿？哎呦我的妈！我告诉他买软的纸，就是练书法用点软的纸，沙沙的纸，宣纸。这个多亮，这有人，这有钱。哎，你们大多数的人，如果去想象我每天的生活，是不是感觉应该是挺幸福？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每天回家一开门，有一个大胖娇妻给我提供一个坚实可靠的臂弯，两个可爱的孩子发出银铃般的笑声，然后我就像电视剧里独立女性大女主一样，给自己装呼的端起来一杯香槟，享受家庭和事业平衡下的幸福。完全不是。就昨天晚上，我被大胖媳妇给气哭了，自己给自己关厕所，哭了10分钟。我昨天的工作特别忙，我刚出差回来，从机场就直接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拍东西，拍了一下午也没拍完。这是我女儿就放学了，得有人接她。完，我老公人没了，我就让阿姨替她去。结果那阿姨刚来，给我打电话说找不着我女儿校车的下车点，是给我急的。那么我老公哪去了呢？人丢了。他本来是记得的，我教过他下班之后怎么去找那个地铁站。结果去地铁站的路上呢，人家饿了，顺着烤冷面那边人就去了，找到了烤冷面，也吃着了烤冷面，但不知道咋折返了。我说你不记得你路过什么地标吗？他说我记得，我是在兰州拉面那儿拐的弯。但是返程的时候，我发现有数家兰州拉面都长一样，所以他迷失兰州了，迷失兰州了。他这1个月丢4次了，而且不光是丢，就啥大事小事都得是找我帮他。每一次我不耐烦了跟他喊，他就是示弱加撒娇。那我不认识汉字嘛，那我说汉语别人听不懂嘛，那你说我怎么办？那你就帮人家嘛。然后我就没招了，那你说我怎么办？那我就帮人家了，他也挺可怜的，那就都我操心我管吧。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大胖媳妇表面的憨傻有可能是个世纪骗局，他实际上是个 AI， 他的出厂设置就是为了制服我生产的，我就没有招。他这个性格在视频里可能是可爱，但在现实里就是克我。最后我把他给找着了，给整回家了。一回家那是一个鸡飞狗跳啊，拿铁把载奥达的气球给咬了，然后引爆的爆炸声把自己给吓哭了，俩人撕了起来了。我爸过来给我们做饭，问我啥东西都在哪儿。阿姨过来跟我说要给拿铁明天预约打什么什么针。我女儿过来跟我说明天学校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拿铁就是一个哇哇哭。因为在这个家里，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都有语言障碍，只有我是交通枢纽，只有我在这解决问题。我这个枢纽都快崩了，人我老公还没进5环呢。吃饭的时候，我这边工作之前录的一个东西，甲方一直不满意。我说现在大家都小一点声，嘘，妈妈需要录一个东西。我老公说 You need a break from work。我爸说这菜有点凉了啊。我女儿说 Why？ 我儿子说啥呢？我就嫌烦，我说我吃完了，你们赶紧吃。然后我就自己回卧室里去把门一关，重新一遍遍整。你说谁工作时候不心烦吧？等我好不容易整完的时候，我出来饿的都快秃秃了，我想坐下吃口饭，一口都没有了，盘子刮得干干净净，一根菜都没给我剩。我就问我老公，我说我的饭呢？他说你不是说你吃晚饭了吗？我都吃了，那不能浪费。我没办法，拿起手机就给自己点外卖。那时候心里还是有一丝委屈的，就上来那个钻牛角尖的劲儿了，越心越委屈，然后自己进厕所气哭了。我老公都没明白咋回事，在外边问我你拉肚子了？你咋这么长时间不出来呢？我说我吃着啥了？我拉肚子，我拿啥拉呀？我爸感觉到气氛不对，赶紧过来劝我，跟我说这个男的和女的吧，天生基因就不一样。女的天生就比较会照顾人，就心细，就更容易操心；男的天生就心粗，所以你别生气。我说我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我曾经就听过一个男生说啊，我真希望我这辈子有个姐姐，因为姐姐就是特别会照顾人，又能照顾我，又能替我照顾好爸妈。他觉得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就想说，你姐生下来是还债的呀，你命里缺火，你姐命里缺活，生下来就想干活，能不能不把现实问题推卸成物种问题？哪有哪个物种生下来就会照顾人？都是后天逼出来的，因为我们后天受的教育不一样，标准不一样，要求不一样，最后才导致我们会照顾人。我老公如果上一天班回来给拿铁换一片尿布，铁岭新区炸了，我奶我爷我家所有的老人都说哎呀妈，你看这爸爸多好。我同样也工作1天回家，甚至工作比他更累。我给孩子做饭的时候，我姥跟我说你这孩子养的还是瘦啊，这肯定是营养还是不对，你得寻思咋给孩子补补，那瘦可不行啊。从来要求的不一样，标准都不一样，所以女生天生会照顾人是最大的谎言。我们不是天生会，我们只是想当一个好女性，当一个好妈妈，这个高考分数线更高锻炼出来的。然后我今天说这些不是吐槽我的生活啊，我的生活也没有啥悲惨的。我觉得任何的妈妈，不管你的工作表面上是很光鲜的还是很平凡的，回到家的繁琐都是一样的。我就是想跟所有年轻的女性、年轻的妈妈们说，
不要总是那么喜欢自我反省、自我谴责，也不用那么轻易的就对周围的一切产生同情、愧疚，然后把所有的压力都压到自己身上，还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其实别人也不一定多心疼你，人都习惯了。别学咱们妈妈那代人，就是我很苦，我打碎了牙往肚里咽。你有那个牙，你往肚里咽干啥呀？你咬它呀，你咬它呀。俺家孩子上幼儿园，拿铁这不到年龄要上幼儿园了吗？今儿我跟大胖媳妇在北京走了一圈，给他看幼儿园，给你们呈现一下现在幼儿园有多卷啊，净上花活。家长您好，我是今天负责接待您的铂金咨询师比安卡，很高兴为您服务。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的安保团队 come from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 ，which is America。他们擅长格斗擒拿，他们曾凭借着咏春的拳、奥特曼的光，徒手穿过了布鲁克林的枪，全方位无死角守护您孩子的安全。国际保安很不错。家长您好，您不用担心，我们的外教均来自发达国家英语为母语的地区，所有的教师都具有超高学历，有来自加拿大的博士老师 Jay， Good morning, class.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fruits. 有来自法国的金牌教师 Alexandra， Bonjour, mademoiselle. Comment ça va? 有来自伦敦的双博士教师 Dickens。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ea. 您的孩子喜欢哪一种口音？我们为您定制。在经过了我们沉浸式国际化口语培训之后，我们的宝宝都有着纯正的伦敦发音。Amazing。Emma。家长您好，您不用担心，我们的膳食均为国际认证的营养师进行搭配，由米其林6星大厨亲自掌勺。米其林真的很不错。除了专业的厨师团队，我们还为宝宝设置了餐前品鉴环节，从肠道健康出发，内外兼修，从根本提升宝宝的成长保护力。我们还有大礼相送，为您的孩子量身定做一份 VIP 快乐成长手册，比如推荐强健肚肚的口粮，让宝宝吸收消化为上，呵护宝宝肠道健康，营养摄取事半功倍。美素佳儿圆圆。荷兰这家牧场鸡翅自然营养真的很不错。这个我倒同意，都说肠道是人体最大免疫器官，那孩子要是肚子强健，体质肯定好。但是你们这个外教，我看着这肠道是有点拥堵呢，是不？是。那是因为他的童年没有喝美素佳儿。这又是一个好问题。关于温度的问题，您不用顾虑，我们幼儿园的保暖设施是原装进口，斩获了俄罗斯年度热布斯尼沃斯奖。我们配备了6个锅炉师傅，24小时全天候待命。白天黑夜火力全开，保证我们的宝宝无宫寒无湿气，出国考编都给力。6个锅炉真的很不错。最后我们一问价，大胖媳妇决定把拿铁送回铁岭寄养。哎，你们永远不要低估一个胖子的颜值。你看他现在肯定是不行了。有人说嘛，有一种虾系男友去头可食，他是海螺系男友，想食他的先窄肚子，食他需掐头再去尾。但实话实说，他以前的颜值咱说配我够用还带拐弯。以前呢也是招蜂引蝶，就刚才骑马照片那个岁月，女朋友不断，而且净招姐姐，人走的是纯御风，就好生惹人怜爱的那种感觉。但都是咋黄的呢？就都是让我婆婆给要走的嘛。就我婆婆老管人女生要钱，她一带女朋友回家，人女生喝口奶，我婆婆管人要钱；人女生吃个披萨，我婆婆管人要钱。后来有一个差点成了，咋回事呢？那女生厌食症外加强迫症，来了一顿擦地消毒，就是不吃饭。哎呦，我婆婆好生喜爱呀。这个好，这段你写着可以留下，将来还不会在短视频里说我。等后来遇着我的时候呢，就颜值已经开始就力不从心了。我就发现他的头发呢越来越少，我就有点担心。他说没事儿，这肯定就是我发量的下限了，不会再掉了。因为啥呢？头发这玩意儿它是基因遗传。你看我爸是头发有点稀，但是没事儿，他不是我亲爸。我亲爸的照片我看过，那头发长得跟胶粪子似的，龇牙咧嘴的长的。放心，我随那个吧，我随那个吧。我就信了嘛。若干年后的一天，我婆婆突然给我老公发张照片说，你亲爸消失这么多年，现在想重逢。发来了一张近照，我一看完了，BBQ 了，还不如他后爸呢。锃亮的脑瓜子，啥也没有，锃亮。我说你最近要考科2，你都别看他，你看他你都打滑，你坡路都不能骑车。古代看亲生父子，2滴血能分离后再相逢。尹家看亲生父子，2脑袋能折射出太阳能。所以这一年我就发现他的颜值啊，紧紧绑定在他的头发上。所以你看婚礼的时候，我斥巨资给他整的一人妆发呀，就那濒危的25根头发，整整吹了40分钟。你说他这一头小卷毛长的啊，就既内卷又躺平，你说气人吗？为了婚礼，人2月没剪头发，就为了吹出一种氛围感那种感觉，是不是当时还挺有用的？直到那一秒，我们这不挨桌敬酒吗？我们有一桌朋友就喝多了，开心了，咔嚓一瓶香槟直接喷他脑袋上，那个画面你能想象吗？啫喱后的脑袋一被喷，天蓬元帅弼马温，人这头发一趴下，整个人都变了。我们敬第1圈酒的时候，别人说，哎，你说彩玲对象找的年轻带劲呢。等我们第2圈敬酒的时候，哎妈，还是刚才那人吗？哎，都说外国人老得快，咋这么快呢？咋这么快呢？
我呢，为了拯救一下大胖媳妇的氛围感，决定吸取一下当年婚礼的先进经验，从头开始，就用这款 KONO 轻盈控油洗发水，泡沫嘎嘎多，洗起来又清爽又舒服。一般控油的洗发水肯定洗完会干，但他家添加了护肤级的保湿成分，洗完一点不干涩，顺滑轻盈有光泽呀。最重要的是蓬松效果好，头发根根分明。就他这种底子的，都把发量显得贼多，他都能洗成这样，你说这个 KONO 小 K 瓶是有多胖？我的海螺系男友直接从弼马温洗回了天蓬元帅，我觉得他后爸也可以整一个。